我叫廖俊宇，今年40几岁。我开砂石车开了10几年。我们现在走这条是往巴黎台北港的方向。这个土是要载到台北港回天，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每天这样子跑还蛮开心的啊。我们这种车子最高只能载38吨半，然后我们宁愿就是轻一点点，不要超载。超载的话罚很凶。到里面去了以后，他会帮我们检查土质，在管控土质方面，我觉得对他们的品质要求是蛮高的。有垃圾，他们就不会让你进去，都叫你去旁边捡掉。进台北港之前，工地都会先给我们一张车子还有人员的通行证。车牌辨识是看工地有没有报我们这台车子，有报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进去，没有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665再帮我吃单位。金博馆，谢谢。CQ850-0392。我们处理2期造地这一个工程，面积总共有123公顷。约等于123个足球场大，每天平均有1000多台的土车进场。如何让土车能顺利的进场及离场，控制其品质，这是我们主要的任务。土车进场跟出场，麻烦不要开太快，扬尘很大。台北港从1997年开始营运，均由填海造地而成。整个港区的规划呢，达3091公顷，陆域的部分填土达1038公顷。整个台北港完全是由一个人工填海造地而成。整个造地的过程中呢，北码头区主要是收容北部地区所有公共工程的剩余土石方以及再生砾料而填筑而成。南码头区呢，则借由港内航道的加深、抽沙回填的方式来填筑。截至目前为止，台北港整个造地面积达到472公顷，目前所有的新增地以及造地的工作能持续的进行，也为台湾北部运筹中心奠定一个开发的基地。台北港弄到好的时候，漂漂亮亮的，让国外的人也可以看到，超级开心。Evergrande 长准轮这条船跟卡在运河的 Evergiven 长次轮是同型的姐妹船，长度有400米，吃水15米半，它是21万吨，它比101大楼的钢构重量10.7万吨还重。它浮在水上，需要有一个熟悉船舶特性的人来操纵这一条船。美国航空母舰它到香港不是美国舰长自己开，要请当地领港来引导这一条船。我是台北港引水人庄学伟，我在这边工作已经第7年了。好，要动大车，要动大车中。拖船就是要抵抗风压，如果你没有一点力学概念，好，你是推不动的啦。小巴朝后慢车哈，收到，朝后慢车。轮岗2米到位，轮岗门到位了，谢谢到位。8退开，能够收工，谢谢。台北港货柜码头公司的立场，主要就是提供航商顺畅的货柜装卸以及交易的服务。台北港在2021年整体的货柜装卸量已经达到201万 T， 世界最大的货柜船2.4万 T 的货柜船长帆轮也来到了台北港。要去处理这么多的一个货运量，那我们需要极高的效率来做运作。所以在我们进出港的地区，我们透过自动辨识 OCR， 透过 RFID 来读取进港的车辆跟人员的一种身份，加速货物进出港。在货柜码头呢，我们透过远端监控去操控货柜的一种作业。我们在管理这一部分，我们透过智慧监控，透过如同透镜、如同望远镜一般的来看远端作业的一种安全性跟它的作业效率。未来我们在台北港也纳入5G 智慧驾驶的一种试验场域，期望透过这么多元素的一种价值，把台北港的一种智慧化提升，如同世界知名的新加坡、鹿特丹港等这些智慧港口能够迎头赶上。
目前台北港货柜码头的桥式起重机是13部，门式起重机是40部。码头边的吞吐的话，大概每天是7到8千 TEU， 每个小时的货柜作业效率30到32柜。台湾目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码头，一个是台北这边，那另外一个是高雄的高明。以码头公司的作业效率来看，跟国际上其他的码头比起来，也没有太大的距离。Have a glove, have a glove, have a pad. Pilot, have a glove. Captain, Captain, hello underway. Keep approaching. What is speed at 9 knots? 8 to 9 knots. Thank you. 我们这个研究呢，时间上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做的，做到现在就是已经4年了。范围呢，从港内到港外、地方边3个亮点。台北港有工程开发，那我们会对于工程开发这个部分，对于当地的海域生态，像生物多样性有没有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台北港这边有转炉石的填筑，对这部分呢，我们来做一些重金属的分析。今天天气是多云，浪况呢其实对我们来说算平稳的。底漆部分呢，我们都有采到样本啊，标准都是说里面有底沙，然后看没有什么生物。流刺网的部分呢，今天的采样结果我认为是算蛮多的，因为我们有抓到就是比较多的底栖性的鱼类，也有抓到底栖性的蟹类，像是梭子蟹以及馒头蟹。鱼类的部分呢，有鲨鱼啊、红鱼、淀粉以及海鲶、比目鱼之类的，跟之前比较起来，其实算蛮丰富的。这几年的调查下来，我们发现这边的生物多样性是有变动的，这个结果算是正常的。至于中性品部分呢，目前含量都在正常范围，没有危害的疑虑。台北港它在建港之初就规划为生态港，它透过了截流明渠、隔离水道，来让原先在这边生活的这些鱼类、鸟类呢，都依照它原来的生存方式在这边生活。对于这些渔民也不会受到它的影响，甚至于人们还是可以有一个亲近海洋的一个空间。另外，在港埠设施方面，生活污水我们都是透过一个处理，再排入到海里面。在屋顶上面也片植太阳能电板，来做一个绿色环保的一个港口。台北港呢，为了要维持这个生态的环境呢，在它围堤的部分呢，有设置了这个绿带木麻黄的这种抗盐的一个植物。早期的船舶呢，都是使用一般的油料，这个硫的成分会产生高污染这个气体。所以目前国家的政策呢，是希望呢船舶呢尽量采用低硫的材料。早期的港口呢，船舶用电都是船舶自己排油的一个发电，那这样子呢可能会不环保。所以呢，台北港呢有提供部分的用电供船只使用，相对会更环保一些。台湾的海洋枯竭是因为中上游都会有很多工业废水啊、家庭废水排海里面去，那这些看不到的化学物质，其实对生物体的破坏是非常长远且严重的。那再来是物理性的破坏，我认为像是我们港务开发破坏之后呢，你如果照顾得好的话，其实可以永续恢复过来的。